马克龙在台湾问题上帮中国说话，却承受着空前压力。远离美国还差什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马克龙访问中国时，在回程中就台湾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欧洲在台湾问题上不应该卷入由美国节奏和中国大陆过度反应驱动的一场危机。法国想推动欧洲战略自主，就必须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有自己的原则立场。但是，马克龙远离美国的言论在欧洲引发了轩然大波。欧美的一些政治人物和评论员批评马克龙，特别是部分欧洲议会成员认为法国的战略自主完全是痴人说梦。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部分东欧国家更愿意依赖美国，而不是法国。美国的前总统特朗普就指出，他在拍中国的马屁，但倒是拜登政府声称，马克龙的言论并不代表法国与美国的关系出现危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形容美国和法国的双边关系非常棒。面对空前的压力，马克龙在访问荷兰时说，成为盟友不代表要成为附庸，不代表我们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法国在台湾问题上立场保持不变，支持维持现状，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成为美国的附庸。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法国高级外交官也说，马克龙不会收回此前的言论，也并没有必要为此致歉。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认为，欧洲不能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中任人摆布，并支持总统马克龙早前发出的呼吁，即一旦发生全球危机，欧盟国家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方的附庸。我们是美国的盟友，但不代表我们应该要反对中国。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法国总统马克龙被围攻的现象呢？首先，马克龙本人的理念与戴高乐开创的外交传统相似，一向都主张采取独立于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国保持与欧洲的良好关系，破解美国对华战略打压，最好的突破口就是法国。不要忘了，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而且在历史上，法国还曾经退出过北约。该国呢，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及公认的5个核大国之一，因此他们完全有能力也有意愿成为这个世界独立的一极。马克龙的目标不能说是完全在替中国说话，而是希望法国能够成为欧洲的领导者。只不过现在的欧盟分为老欧洲国家和新欧洲国家，两者在对美国依赖的程度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法国推动欧洲战略自主，从发展远景上看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在俄乌冲突这个大背景下，它的某些理念可能会受到压制。其次，欧洲又走向战略自主，必然会面临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保持距离。欧洲对中国很重要，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离不开对欧洲国家的利用。中国对欧洲也很重要，因为欧洲要保持一定的战略自主，需要利用中国的力量来抗衡美国的绑架。而欧洲要想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保持距离。马克龙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甚至看清了欧洲都没有能力解决乌克兰危机，根本就没有资格关切台湾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某些东欧国家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再加上欧洲还有很多人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利用反华舆论氛围去台湾地区刷存在感的政客，所以欧盟在台湾问题上更大的可能还是保持稳定。真正挑衅中国的还是部分国家的议会成员。最后，俄乌冲突限制了马克龙的努力，仍无法挑战整个西方国家在台湾问题上被美国绑架。如果说欧洲走向战略自主是个大趋势，而当前马克龙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拉开间距，在某些国家看来仍然不合时宜。对华鹰派参议员卢比奥就表示，如果欧洲在台湾问题上不在中美之间选边，那美国也可以选择由你们来处理乌克兰和欧洲所面临的危机。总体而言，虽然欧洲
走向战略自主是必然，但是在乌克兰危机解决之前，想在台湾问题上远离美国的绑架，仍有很大的困难。这就是俄乌冲突给美国所带来的战略优势。马克龙在对华问题上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他要想让欧洲在战略上独立自主，恐怕还面临着很大的考验。如果俄乌冲突能够尽快结束，那么欧洲战略自主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